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啊！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108英里酒店的谋杀案。哇，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非常的惊悚。那到底有一个什么故事让大家呢这么惊悚呢？这个是一个发生在淘金时代的故事啊。当时呢就是在这个108英里这么一个酒店发生了这么一件谋杀案，杀了多少人呢？50几个人。我们先听一听水哥。洛基山史记，作者介庸，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。第2章，淘金热潮。第9节，108英里酒店谋杀案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875年的一个晴朗的早晨，矿工亨利·道森来到了麦克维夫人的108英里酒店。那是一幢3层的旅馆，位于卡里布马车路108英里。道森随身携带价值1.1万元的金粉和金块，这些都是他最近在卡里布金矿中获得的。旅馆的主人是蓝眼睛的苏格兰女人艾格尼斯·麦克维，她来自苏格兰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定居。麦克维夫人以低廉的价格贩卖年轻的女孩给矿工做老婆。她开设酒店，提供食物、酒和住宿。道森想在这里买一个年轻的女人，为她洗衣做饭，改变她孤独的矿区单身汉生活。到了酒店之后，道森把马交给麦克维夫人的丈夫詹姆·麦克维照料。詹姆·麦克维在旅馆里负责所有杂物。酒吧服务员阿尔赖利是麦克维夫人的女婿，他年纪轻轻，但狡猾贪婪。这2个男人完全听命于麦克维夫人。麦克维夫人长得很漂亮，身材丰满，力大无穷，可以轻松地举起一袋400磅的谷物。根据英国苏格兰的警察记录，他在家乡有7次谋杀和3次殴打的被通缉案底。在那个时期，经常有年轻女孩离家出走，经过这片区域到卡里布金矿寻找有钱的丈夫。麦克维夫人专门相中这些女孩，把她们骗进酒店，准备日后高价卖给矿工。对那些坚决反抗、拒不合作的女孩，他则一手抓起来按在裙下，用绳子绑紧扔进壁炉。道森来到酒店的酒吧，将来意告知赖蒂。赖利告诉道森，只有他的岳母有权给这些姑娘定价。他几星期前去了甘露市，今天晚上应该就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赖利建议道森品尝一下刚刚遇到的优质威士忌，顺便等麦克雷夫人回来。道森喝了一杯威士忌后，觉得非常舒服。赖利又给他倒了第2杯酒。3杯过后，赖利借口需要外出几分钟，刘道森独自一人在酒吧里继续享用美酒。其实麦克维夫人并未离开酒店，她此刻就在外面等候，身上藏着一支已经上好膛的步枪。在附近的马厩里，她的丈夫偷偷准备好马车。麦克维夫人把步枪递给莱利，莱利悄悄地爬到打开的窗户边，把步枪放在窗台上，小心翼翼地瞄准道森。砰的一声，子弹呼啸而过，打中道森的心脏，当即毙命。麦克维夫人和赖利走进酒吧，把尸体抬出来，放在詹姆·麦克维早已准备好的马车里。随后，詹姆·麦克维驾驶马车到附近的一个湖边，把尸体推到冰凉的湖水里。道森的尸体于第2天被人发现。根据当时警方的官方报告，矿工亨利·道森在卡里布金矿被强盗谋杀，并被掠夺了他的私人财产和马。这是当地警方的第1份杀人案报告。接下来的10年里，类似案件层出不穷。麦克维夫人、詹姆·麦克维和赖利是一个高效率的杀人团伙。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旅馆里，他们专门挑拣富有的成功淘金者下手，进行杀人掠获。他们杀害了包括年轻姑娘、农民、商人、矿工和其他潜在买家在内的许多受害者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在这个地区的小湖里发现了超过59具尸体。麦克维夫人从受害者身上掠夺金币和金块，并把这些赃物埋在酒店附近。詹姆·麦克维则负责把受害者的马拉到甘露市卖掉。
那里的人们以为他是一个富有的马贩子。多年来，这杀人越货的行动一直进展顺利。据估计，麦特维夫人的宝藏大约相当15万元。有一天，麦特维夫人第一次爱上了一个潜在的受害者，他的名字叫马特麦当劳。马特从兰里堡来到108英里酒店，他是个赌徒，身材魁梧，金发碧眼，比麦克雷夫人年轻很多。像往常一样，詹姆麦克雷已经把马车准备好。然而，当艾丽走出酒吧拿抢时，麦特维夫人却突然改变主意，不想杀害马特麦当劳。不，他说，他来买女孩，我可以卖给他。艾丽吃惊的盯着他说，卖什么？我们会像往常一样，用他的黄金换1颗子弹。麦特维夫人拒绝了，她没有再说一句话，就回到了酒吧，热情的招呼正在喝酒的马特麦当劳。当麦特维夫人遇到自己所爱的人时，他会非常热情和迷人。很明显，麦特维夫人对马特麦当劳一见倾心。麦特维夫人同意以4000元的价格将一个非常漂亮的17岁女孩卖给马特麦当劳。马特麦当劳支付了约定的金钱后离开酒店，他把女孩绑在自己的肩上，骑上马沿着卡里布马车路奔驰而去。当天晚上，詹姆麦克维突然失踪，整夜没回酒店。麦特维夫人一开始并不以为意，因为她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丈夫。她的脑海里还回想着年轻英俊的马特麦当劳，他曾说过会在2个月后回来。他期待着他的下一次来访。那天深夜，麦特维夫人听到有人在马厩里下马，于是派赖利去探个究竟。赖利带来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，是詹姆麦克维，他带着一把手枪。我看见他在干草的阁楼里藏了一袋金子。麦特维夫人马上跑去质问她的丈夫。詹姆麦克维承认他杀死了马特麦当劳，并交出了一个装有8000元金币的袋子。第二天早上，麦特维夫人似乎表现得异常平静轻松，她给丈夫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她说，毕竟我们拿了他的钱，我们没有理由争吵。詹姆麦克维坐下来，开始享用他的早餐。刚吃了几口，他就突然停下来，摔倒在地板上。他在剧烈抽搐中打滚挣扎，很快就死了。你把他毒死了。一旁的女婿赖利惊吓万分。麦特维夫人警告他说，小心你的舌头。难道你也想像他一样？赖利再也不敢出声。他帮麦克维夫人一起把詹姆麦克维的尸体拉出去，准备埋葬。麦特维夫人和赖利都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细节，就是马特麦当劳买了那个年轻女孩下落。詹姆麦克维一心只想着杀死和抢劫马特麦当劳，以至于他不小心让那个同行的女孩逃跑了。后来，当地的警察发现了这个女孩独自一人在路上徘徊，询问并了解到，这个年轻女孩只是麦克维夫人108英里酒店里许多被囚女孩之一。女孩告诉警察，她被马特麦当劳买走，路上被詹姆麦克维追上并打死了马特麦当劳。因为詹姆麦克维每天为这些女孩送食物，所以女孩可以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警察到达108英里酒店时，麦特维夫人和赖利刚把詹姆麦克维的尸体放在死亡马车上。根据麦克维夫人的说法，她的丈夫因为不小心吃了老鼠药而丧命。在她女婿的帮助下，她准备给可怜的詹姆麦克维办一个葬礼。她否认马特麦当劳曾到访该酒店，否认曾谋杀过任何旅行者，并否认该酒店藏有任何年轻女孩。警察不相信他，并准备进行搜查。这时，赖利首先崩溃，他转为污点证人，指控麦克维夫人谋杀和绑架了许多女孩。当警察搜查酒店时，他们发现了8名年轻女孩，她们都被锁在一起，饱受惊吓和饥饿。他们讲述了事实真相。后来，在每一座壁炉的灰烬中，警察都发现了人类骨骼的残骸。麦特维夫人和赖利被带到甘露室，
然后转到新西敏市监禁，并被指控绑架和谋杀罪。1885年6月，在麦克维夫人受审前，他用身上暗藏的毒药自杀身亡。艾丽则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。108英里酒店在1892年被拆除，部分建筑被搬到了马路的另一边。人们用那些被拆的旧木材建造了一个电报邮局商店，至今仍在108英里历史遗址上。1924年，一位农场主在该地区翻耕土地，挖掘出价值2.5千元的金块和金币。当布洛克兄弟公司在同一地区建造飞机跑道时，发现了6000元的宝藏。麦克维夫人在他的酒店和附近的田野里到底埋下了多少黄金，无从所知。可能他的宝藏价值在10万到15万元之间，但至今只有8.5千元被找到。界中评论：加拿大地广人稀，在偏僻的地方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存在。这种杀人越货的事件，不要说在当年那个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经常发生，就是今天也时有听闻。所以来加拿大移民或留学要学会自我保护，作风低调，才不露眼，夜街少出，偏僻误区才可保平安。有时不一定是歹徒作案，凶猛的野生动物也会伤及性命。今天的温哥华虽然山明水秀，经济繁荣，但仍然存在毒品、贫穷、家庭纠纷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，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的不稳定因素。处处小心谨慎，时时提高警惕，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的有效方法。惊不惊悚啊？听完这个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啊？一下子杀了50几个人啊，所以呢是非常的惊悚。首先我们补充一些资料啊，为什么叫108英里呢？欧洲人呢从来没有去过啊，所以呢那个地方呢是没有名字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从那个 Leewood 开始，那个是 Mile Zero， 那个地方是0英里啊，就是起点，就是淘金路，就是从这个 Leewood 那个城市开始的，一路往北走。那去到今天发生这个谋杀案这个地方呢，刚好就有108英里，所以呢，那个地方呢就叫做108英里。沿着这个97号公路啊，一路走了，都有很多这种地名。包括好像那个100英里啊 ，100 mile house 啊，150英里 150 mile house 啊，这些地名呢都是根据这个一路顺序排下去的啊，都是从这个 Leewood 开始啊，一路走上去。每25英里呢，它就会建一个这种驿站啊，就是有酒店啊，有一些商店啊，有一些马槽啊，可以喂马啊，可以住店啊，可以吃饭啊，饭馆啊，这样啊，这种叫贸易的驿站啊，这样一站一站呢让那个淘金者呢可以这样一路一路往 Buckville 那个地方去啊，那你可以在这些驿站里面补充一些食品啊，补充一些用品啊，买点工具啊，现在还有这些地名啊。那有人问了为什么他不在为什么在 Leewood 那个地方是起点呢？他不在这个温哥华或者是在以前还没有温哥华的，应该是在那个新斯敏啊，就因为那个殖民地的首都是在新西敏嘛，就 New Westminster 那里为什么不在新斯敏那个地方是开始了，要跑到 Leewood 那个地方开始这个淘金路呢当时呢他们是这样的，先坐船沿着这个飞沙河进来，飞沙河进来以后呢，到了今天这个哈里逊温泉那个湖呢，可以一路呢往北坐船，继续坐船穿过整个哈里逊湖，就是来到今天那个 Leewood 那个城市的旁边，这个湖的终点呢就在那个旁边，所以呢到了那个 Leewood 那个地方呢，就没有船再可以坐了因为就没有水路了嘛，
飞沙河是上不去的，飞沙河因为那个水流太急，到了腰那个地方呢，你就上不去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到了Leeward那个地方呢，就要走路了。淘金路呢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算的。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淘金年代呢是秩序是很混乱的啊，死了多少人大家都不知道，很多这种杀人啊、抢劫啊、越货啊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。你看到加拿大今年好像是好山好水，以为是很安全，但是其实呢是也有很多危险的地方啊。好像前2年呢，我们这里那个高桂林那个猪场啊，就有一个人呢就叫 Robert Pickton 呢。就杀了20几个妓女，所以呢，这种事情呢，不是说那个时候发生，到今天为止还是有这个危险。而且呢，这里呢，杀了人呢，你是找不到的，因为地方太大，你根本都没办法找。野外的地方很多哈，而且野外有很多那个野生动物都会袭击这个人呢。晚上你都不敢走在那个马路上，因为有熊啊，很容易遇到熊。遇到熊你就被熊吃掉。土狼呢到处可以见啊，一只土狼没问题，如果一群土狼还是有危险的，大家要小心啊。在加拿大这里呢特别小心啊，这种野生动物对人的袭击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。好了，这一节就讲完了，我们明天呢就讲下一节。